这一幕常常在孟加拉街头巷尾上演。夜幕降临，孟加拉首都达卡的街头依旧喧嚣，拥挤的车流，刺耳的喇叭声，空气里夹杂着灰尘与香料的气息，一切都显得无序而嘈杂。但当你转入一条狭窄的小巷，眼前的景象立刻发生了变化。这里的灯光不再耀眼，却带着暧昧的色彩，门缝间探出的目光，昏暗楼梯里急促的脚步声，构成另一幅隐藏的画面。这便是孟加拉的红灯区。在一个以伊斯兰教为主的保守国家里，红灯区的存在显得格外讽刺。白天的祷告声与夜晚的低语相互交织，男人们在清真寺里虔诚跪拜，转身却走进逼仄的房间，付钱满足欲望。这里是达卡最隐秘的角落，也是最赤裸的人性舞台。红灯区的女人们，有的只是14、15岁的少女，有的已经是年迈的母亲。她们或被贫困出卖，或被欺骗拐来，最终都困在这片狭窄的街道里。墙壁斑驳，空气潮湿，生命似乎注定要在这里慢慢消耗。然而，在绝望与屈辱之间，他们依旧顽强生存，为了自己，也为了孩子能有一条不同的路。孟加拉的红灯区并不仅仅是性交易的场所，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这个国家最深的矛盾：贫穷与信仰的冲突，男性与女性的对立，绝望与希望的挣扎。透过这条街巷，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欲望的交易，更是整个社会的影子。如果说印度是南亚的大国，那么孟加拉则是那个被遗忘的小邻居。它位于恒河三角洲的尽头，北接印度，东临缅甸，南面濒临孟加拉湾，面积不过15万平方公里，却生活着超过 1.7 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放眼望去，田野与河流交织，村庄与贫民窟并存，仿佛一张随时要被压垮的土地。孟加拉的地理决定了它的宿命。恒河与布拉马普特拉河在此交汇，带来了肥沃的冲积土，也带来了无尽的洪水。每逢雨季，大片村庄被淹没，房屋被冲走，农田颗粒无收。贫穷在这里不是偶尔的阴影，而是代代相传的常态。这种自然灾害塑造了一种无力的循环，农民们辛苦耕作，却常常因洪水一夜返贫。城市里的贫民窟越建越大，人口越挤越多。对于许多农村家庭来说，女儿并不是劳动力，而是沉重的负担。在缺乏选择的情况下，许多女孩最终被卖掉或送走，走向不可逆的命运。走在孟加拉的首都达卡，你很快会发现这里遍布着巨大的纺织厂，世界最大的几个快消品牌就把工厂建立在这里。孟加拉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2大纺织品出口国，数百万年轻女性在昏暗嘈杂的厂房里工作，她们日复一日地缝制廉价的衣物，出口到欧美市场。然而，这份工作不仅薪水微薄，还伴随着危险。2013年，拉纳广场大楼倒塌，超过1100名纺织工人丧生，震惊世界。这一事件暴露了孟加拉工人阶层的脆弱，也揭开了女性困境的另一面。当工厂不能提供稳定的生计，部分女性便被迫进入另一种产业——红灯区。孟加拉还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超过90%的人口是穆斯林，这意味着女性必须穿戴得体，不得与陌生男子随意交谈，婚前性行为被视为严重的禁忌。然而，正是在这样的保守氛围下，红灯区却公开存在，甚至规模庞大。政府态度暧昧，表面上强调道德与法律，实际上却对红灯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大量被遗弃女性的生存问题，还担负着国家 GDP。 孟加拉社会的贫富差距巨大，富裕阶层住在达卡北部的高楼与别墅里，开着豪华汽车，孩子送去国外读书，而另一面是破败的棚屋、无尽的尘土以及成群的流浪。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下，红灯区不只是生存空间，更是一种社会出口。它为最底层的女性提供了一个残酷却唯一的谋生方式，
也为男性提供了一个隐秘的发泄渠道。可以说，孟加拉的红灯区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整个国家结构的缩影。自然灾害塑造了贫困，贫困推高了性别不平等，性别不平等又催生了红灯区的扩张。如果白天孟加拉的首都达卡是一座被灰尘笼罩的城市，那么夜幕下的红灯区就是这座城市最隐秘的心脏。附近更是有著名的妓院村，没有了富人区的宁静，却藏有另一种生机与混乱。孟加拉国存在许多的妓院村，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坎达帕拉。这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妓院村。在这个小村庄里，完全形成了一个闭环生态圈，是一个充满畸形的小社会。以前的时候，信息交流不方便，这个妓院村没有暴露。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村庄的全貌慢慢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这座百年妓院里生活着许许多多的女性，既有40-50岁的老鸨，也有10几岁的雏妓，当然也有一些男性依托着这个畸形的社会生存。在媒体的报道中，这里完全是女性地狱，是没有法律约束的法外之地。既得利益者们用着各种方法，将原本青春洋溢的少女们推向深渊。坎达帕拉地理位置优越，处在交通要道上，周围不远就是大都市。坎达帕拉村子很小，在我们看来并没有多么的华丽堂皇，完全是一个充满破落感的普通村庄。但是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整个村子像活过来了一样，各处的红黄色灯光开始亮起，浓妆艳抹的女性开始走出屋子，向街上的访客展露风情。站在暗处的保姆用鹰隼般的眼睛盯着每一个姑娘，不放过任何压榨的机会。村子里住着大约1600名女性，具体数字并没有人知道，因为整个妓院村的管理很混乱，没有户籍管理和人口管理，只有一些老鸨划分地盘，自己控制手下的姑娘们。而且村庄内的女性更新换代很快，一些贫苦少女以及被老鸨用各种办法拐进来的女性都在这里卑微地生存着。而他们赚到的钱也并不属于自己，大部分都要上交给管理者，也就是老鸨，剩下的才是他们的，因此他们的报酬并不高。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老鸨掌控着暴力，拿捏着所有底层女性的生死，是这里的绝对主宰者。如果性工作者不听话，轻则被打骂，不准接客，不给食物饮水，重则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所以为了生存，性工作者必须听从于老鸨的安排，上交自己的大部分所得，从深渊之中无法逃离。在老鸨的眼中，这些性工作者们只是一些能说话的牲口，并不把他们当人看。只要他们能给自己提供利益，那么无论用怎样的方法压迫都是应该的。他们没有人权，没有未来，只能在妓院村里消费青春，燃烧生命，永远看不见到路的尽头。坎达帕拉并不是个例，这样的妓院村在孟加拉国有将近200个，警察也会偶尔巡逻，却从不真的干预。事实上，许多红灯区能继续存在，正是因为背后有权力的庇护与腐败的滋养。女人们缴纳保护费，警察便视而不见，甚至自己也成为常客。白天的村庄显得死寂，孩子们在村口玩耍，女人们三三两两坐在门前发呆或修补衣物，偶尔传来咳嗽声和吵闹声，整个村庄仿佛在休眠。然而夜晚降临，气氛完全不同，村庄里人声鼎沸，摩托车穿梭不停，男人们进进出出，音乐从破旧的收音机里流淌出来，混杂着叫卖声与喧嚷声。这种昼夜反差形成了妓院村独有的节奏。表面上，孟加拉社会是严守道德的，但红灯区的存在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它既是社会最不愿面对的阴影，却也是社会运转的一部分。对许多男人来说，这里是发泄的出口；对许多女人来说，这里是唯一的生路。即便政府偶尔表态要取缔，但最后总是不了了之。在孟加拉的红灯区，很少有人是主动走进来的，更多的时候，明明这是一个没有退路的选择。在孟加拉的农村，贫穷就像洪水一样席卷一切。父母欠下债务，最常见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年幼的女儿嫁出去。
所谓嫁，往往是一种温和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把她们卖给中间人。一个来自拉杰沙西村庄的女孩，年仅14岁时就被父亲以等同2头牛的价格卖到红灯区，她甚至还不明白性意味着什么，就已经被关进了狭小的房间，成为男人们的货品。还有一些妇女是被自己的丈夫亲手卖掉的，原因可能是一些小事。这些女性在被亲人卖掉的时候就已经万籁俱灰，心灵已经麻木，只是在妓院里浑浑噩噩地活着。孟加拉国男性的审美大多偏向丰腴，而孟加拉国国内资源匮乏，粮食产能不足，普通女性根本无法饱腹，更别说身在妓院村的女性了。这些女性本来就因为原本的遭遇而不被善待，在妓院村又因为压迫而营养不良，几乎都是皮包骨头的模样，没有丝毫丰腴的样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老鸨想出了一剂非常狠毒的办法，那就是让他们服药。通过一些特殊渠道，保姆能够获取一些催熟药物，这些药物大多是给牲畜使用的，含有大量的类固醇激素。这种药品虽然在短时间内使人增加食欲，能够增加人的体重，但是带来的伤害几乎是不可逆的，是一种慢性毒药，毒素会在人体内积累，服用的这类药物越多，其危害就越大。这种药物开发的初始目的是给牛、猪等大型牲畜增肥使用的，其药理并不符合人体的结构，长期服用会使女孩们的肝脏受损，产生多种慢性疾病，给人更多的折磨。最可怕的是，这种药物和毒品相似，会让人产生极大的依赖性，一旦停药，服用者就会出现各种不良反应，出现戒断，让人生不如死。为了减轻痛苦，即使知道这些药物只是饮鸩止渴，性工作者们还是必须硬着头皮服用。长期下来，许多性工作者的身体会因此变得非常虚弱，精气神异常萎靡。所以除了卫生环境的因素之外，服用药物也导致性工作者的年龄寿命大大减少，给了那些生活在妓院村的女性更加不幸的生活。在红灯区，还有一个让女人们永远逃不掉的陷阱——债务卖身。许多女孩一开始是借钱进来的，中介支付他们家人的费用，等他们工作偿还。然而利息高得惊人，他们越工作，债务反而越大。10年过去，有些女人仍然欠下卖身债，她们的人生就这样被锁死在小巷里，成了看不见的奴隶。在一间昏暗的小屋子里，一个初来乍到的新人正在恳求一份工作，因为此前由于继母虐待，他已经在街头流浪了整整6年。这里的老鸨像检查动物一样，对他进行例行体检。因为手脚粗糙，头发稀疏，身材也不够丰满紧致，妈妈其实有些不太满意，但见新人的态度坚决，还是决定先留下来再观察1年。为了多挣钱，他们从早上睁开眼的那一刻就必须开始工作。这名从业者已经马不停蹄地忙了一天，小到20岁的年轻人，大到80岁的老人，或是瘸腿残疾的，或是身材矮小的，他都尽力接待。当然也难免遇到粗暴的客人，所以每当此时，他们会将对方拉入黑名单，禁止对方再踏入这里。对比之下，若能接待一位有教养的绅士，受到一次温柔的对待，在他们看来则是中奖般的幸运。这2名女生已经对这份职业相当熟悉，做这行的都喜欢回头客，因为好的服务会让熟客带来更多的朋友，而如果熟客的素质高，他带来的朋友一般也不会太粗暴，使得工作起来不会那么遭罪。也因为顾客间私底下会互相沟通，所以从业者们必须一碗水端平，对待每个客人都保持同样的态度。这样的生活看似是贫穷造成的无可奈何，可实际上却是多方共同默认的结果。法蒂玛今年28岁，已经在坎达普拉红灯区度过了10年。她的房间很小，墙上贴着她女儿的照片，女儿被送去亲戚家抚养。她最大的希望就是女儿永远不要知道母亲的职业。在夜晚接待客人之前，她常常对着照片发呆，轻声祷告。她说自己恨这里，却只能靠这里生存。许多女人都有同样的矛盾，她们渴望自由，却害怕离开，因为在红灯区之外，
社会并不会给他们第二次机会。在红灯区，劳保是权力的象征，他们掌控着几十名女人的生意，决定谁接客，谁可以休息。一位名叫陆克雅的劳保曾经也是妓女，年轻时她被迫接待过数百名客人，等到年老色衰，无法再吸引客人，她选择成为掌控他人的人。她看似强硬，实际上也有自己的无奈，因为她不当劳保，那她只能流落街头，被害者到施暴者身份的转换，对她来说是生存的延续而非选择。在这成熟的闭环中，皮条客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皮条客多是年轻男子，他们游走在妓女与顾客之间，靠收取费用为生。有些人用暴力控制女人，有些则与他们形成复杂的情感关系。一个叫萨米尔的皮条客，20出头，满身纹身，他对手下的女人既凶狠又暧昧。他说，他们离不开我，因为没有我，他们可能会被其他男人欺负。然而事实是，他靠女人的收入生活，女人们既恨他，又不得不依赖他提供的保护。这种扭曲的关系正是红灯区权力链条的缩影。如果没有顾客，红灯区就不会存在。白天，他们是普通的工人、司机、商贩，甚至是学生和政府职员。夜幕降临，他们脱下日常的身份，走进小巷，成为另一种人。红灯区的男女关系还带着浓烈的敌意，许多女人憎恨男人，因为男人让他们沦落至此，而男人也常常蔑视这些女人，把她们当作肮脏的存在。然而，正是这种互相看不起的两性，却又离不开彼此。女人需要男人带来钱，男人需要女人满足需求，这种仇恨与依赖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复杂而扭曲的关系。红灯区的存在自然离不开警察的默许。理论上，他们应该取缔性交易，但实际上他们从中获利更多。保护费、贿赂、隐形的历练，让他们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妓女无奈地说，有时候最难缠的客人就是警察，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用付钱。在这片灰色地带，没有人是单纯的受害者或加害者。妓女依赖劳保，劳保依赖顾客，顾客依赖红灯区的存在，而警察则依赖这个系统继续运转。他们互相剥削，又互相依赖，构成了一个闭合的循环。在这里，你无法用简单的善恶来定义每个人。即便是最残酷的劳保，也曾是被剥削的少女；即便是最冷漠的顾客，也可能背负着无法宣之于口的欲望。红灯区这个染缸，把人性的阴暗与脆弱放大到极致。可就是在这样一个逃不开又无法抗拒的地方，生命并不会因为绝望而停止。对许多妓女来说，孩子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也是他们最沉重的牵挂。一些女性会因为意外怀孕，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直接将孩子打掉，少部分工作者会选择生下子女，但是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妓院村的生存环境恶劣无比，生孩子是一个看命的举动，如果发生意外的话，那就是一尸两命。有幸出生的这些孩子也大多生活在妓院里，他们从睁开眼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背负妓女的孩子这个烙印。在孩子的成长阶段，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即便是足够幸运能够长大成人，这并不是什么转折，并不能改变他们与母亲的命运，只会是噩梦的开始。因为妓院村是一个封闭的环境，相当于一个牢笼，性工作者和他们的子女无法轻易越过那道高墙，自然也逃不开他人的闲言碎语。一位名叫莎比娜的妓女，把自己赚来的钱省吃俭用，送儿子去读书，她自己常常饿着肚子，却依然买书包和校服。她说，我这一生完了，但至少他还有机会。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很多孩子最终还是被环境拖了回来。妓院村的教育条件几乎没有，本身又没有什么技能，女孩们长大后为了生存，会在各种因素的促使下向现实屈服，接过母亲的班，成为下一名出卖身体的性工作者。男孩们的命运也没有多么美妙，他们会被劳保专门培养成为打手和皮条客，继续为着妓院村服务，永远也无法逃离。
孟加拉国对性工作者的接受程度很低，社会上充斥着对性工作者的压迫和歧视，他们和他们的子女需要承受白眼和唾骂，不被社会所认可。性工作者的子女无法接受到正常的教育，无法获得社会资源，只能在被社会抛弃的角落里生存，成为边缘人士，或者是走母亲的老路，永远的低人一头。随着时代的发展，孟加拉也受到了世界更多的关注，人们会走进这个国家，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隐秘。于是我们看到了层出不穷的负面新闻。孟加拉国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不仅被各种自然灾害所伤害，还要接受无休止的折磨与压迫，他们艰难地活着。如今的孟加拉正处在3个道路交汇点上，每条路都暗藏着危险与变数，靠引入外援来改善。国际劳工组织的认证工厂计划，过去5年只检查了3425家厂子，真正合格的不过8家。这摆明了，用道德审计是不能真正带来改变的。到了2024年，5万之1工人为加薪罢了工，却被军方用武力镇压，最后也就涨了人均30元工资，还牺牲了几百条鲜血。靠底层自救行不行？或许还有点指望。达卡的某个妓女村悄悄开启了暗网逃离方案，用假死亡证明偷偷跑到马来西亚，已经有几十人成功走出红灯区。联合国帮扶的儿童天地项目还培养出了第1位画家奈姆，他的妈妈是一名性工作者。而提到女性执政，大家常觉得这是社会向前发展的标志。不过孟加拉给我们上了一课，虽然权力换了个性别，但那套逻辑还是没变，要么还是老一套。如今的总理哈希娜已经掌舵15年了，期间确实完成了不少硬核目标，人均 GDP 从100美元跃升到2688美元，贫困率也从 48.9% 减到 24.3%。这些数字看着挺亮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对其点个赞。不过这些所谓的成长背后，几乎全都是由女性默默承担的代价。在童工问题里，女童占了 57%， 大多数在10岁左右就辍学，之后被逼着嫁人或者去工厂还债。在那些服装厂里，性骚扰几乎变成了工作的一部分，可举报的比例却只有 0.3%。 不是没人受害，而是没人敢站出来说。可见女性掌权不一定代表女性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合法的制度也不一定意味着建立了公正的秩序，国际间的合作也不一定就代表着公平合理的资源分配。这就是孟加拉的魔幻现实主义，现实比魔幻还要奇异，制度比苦难还要冷血。最讽刺的是，这一切都合法。面对现代化的压力，孟加拉政府显得矛盾。一方面，他们要维护宗教与社会的道德形象，声称要取缔红灯区；另一方面，他们又清楚，彻底取缔意味着成千上万的女人将无处可去，社会问题反而更严重。于是政府选择模棱两可，允许红灯区存在，却不给予真正的法律保护。这种暧昧态度既维持了表面秩序，又留下无数隐患。悲剧在孟加拉国随处可见。随着全球化的进行，越来越多的外国资本开始进入孟加拉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孟加拉国的情况，于是层出不穷的负面新闻充斥着我们的眼球。孟加拉国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不仅被各种自然灾害所伤害，还要接受无休止的折磨与压迫，他们艰难地活着。孟加拉国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在世界上还有一些贫穷的小国正在面临这样的情况，他们因为自身或者外界的干扰而变得破落。这种时候别人是无法提供太多帮助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加强自身的修为锻炼，用自己的力量打破贫穷的封锁，成长为一个健康向上的国家，这才是正道。长视频制作不易，欢迎点赞、收藏、关注，我们下个视频更精彩。